这样，我先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明天的演习我们分为 A 队和 B 队。A 队呢由项羽带着主攻，他们的任务是把一枚炸药安放在 C12地区的装箱旁。你在 B 队，由我来指挥，我们的任务是防守，就是不让 A 队突破到 C12地区的安装炸药。不过要想到 C12地区，有2条路可以走，一就是要通过山谷中的一个黄土坡。这个黄土坡呢有一个特点，易守难攻，所以我估计 A 队不会把这儿作为主要进攻点。你的包裹，你的包裹啊！哎，你的包。我什么我都没看见。不是，回来！我给乌云布置一下明天的演习任务。哦，嘿嘿，范班长，我又没问你，紧张什么呀？我紧张什么呀？哎，那个你们继续，那你俩继续，我先走了。不是，你小子什么意思呀？这臭小子，呼和浩特。哎，吴云，我看这个人经常给你寄信，这是你亲戚还是朋友啊？谁让你动的？吴云，那我继续说了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，我会派你守在那儿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个地方易守难攻，就算他们派100个人，你照样能把他们给收拾了。还有一条路呢，是山谷前的这片丛林地，到时候啊，我会跟兄弟们在这儿挡住项羽他们。只要你守好黄土坡，我就会在林子里放心大胆地收拾 A 组他们，让他们一步都别想前进。说完了吗？差不多说完了，不过我还想再跟你聊聊你训练的问题。兽营的训练是按照人类的身体极限来设定的，而且是按照男性的身体极限来设定的，所以我认为你在训练中没必要对自己太苛刻。说完了，出去。吴云，你怎么了？出去。吴云，这是姐姐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了。我曾经说过，如果你收到我的听诊器和钢笔，就说明姐姐以后再也不能陪伴你了。全体都有，起立，立正。闻着什么味儿了吗？啥味儿啊？大战之前异常紧张的味儿。哎呀，你瞧瞧这一个个上蹿下跳的，一准是为了跟野狼突击队对抗比武演习做战前准备呢。这几天侦察兵大队的训练确实格外的密集，看来上面对这场对抗比武很重视啊。带飞，到！你和我带10个人，负责吸引对方火力。是。马命令，到！你带5个人埋伏起来，等我命令，朝 A 队老窝。是。吴越，吴越，吴越，到！守好黄土坡，看家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是。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哎，秃子，啊，你们家乌云今天怎么没精打采的？怎么回事？你给我滚一边拉去你！阿甘，你带着1个人走山谷里的黄土坡。黄土坡？哎，
黄土坡那边地形易守难攻啊！B 队只要在那安一个狙击点，咱们几十个人都别想过去。就算是牵制一下他们的火力，去吧。明白，大王，走走。兔子啊，你看那片丛林地，植被太茂盛 ，A 队无法摆出复杂的队形，只好勉强走单线。这样的队形好控制，但同时也是狙击的好靶子。要我说呀，要再这么下去，时间越长，对 A 队越不利。不用多，再有1小时他们攻不下来，B 队绝对超赢。哟！A 队又有俩小子要挂呀！哪儿呢？给我看看。在黄土坡呢。这俩小子撞枪口去了，乌云守在那儿，只能提前攻住这俩小子，永垂不朽了。你看看。说怎么今儿我这右眼皮一直在跳，闹了半天，这挨枪子的事全让咱俩给干了。干哥，你说咱干嘛非走这条大路啊？走其他路不行吗？这子弹打过来，躲都没地儿躲呀！哪那么多废话呀？不走大路，跳那边悬崖呀！如果 B 队真在这儿安了狙击点，按说咱哥俩已经进入射程了。你说待会儿谁先挂呀？谁先挂不都一样吗？就算我先挂了，你以为你能藏哪去？早2秒晚2秒的事儿。去你的这枪怎么还不响啊？B 队的狙击手不会故意玩咱们吧？让咱们再近点儿，他再开枪。赶紧一枪崩死本少爷得了，这么提心吊胆的真难受。你说有没有可能这 B 队没在这安狙击点？说不定他们以为咱们肯定不会走这条路。就把这点给漏了，那咱俩可捡大便宜了。对啊，这猪肉大葱馅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了，正好掉咱俩嘴里了。跑步前进。是乌云的88式狙击步枪的声音，而就是步枪的声音。糟了，乌云那边折了，走，赶紧回撤增援。A 队成功炸毁目标，演习结束。哎呀，这乌云是怎么了呀？闭嘴！哎，不至于啊！这黄土坡是最好守的一个点，这乌云怎么成漏勺了？哎，这仗打的，我说我守这个黄土坡，反正非得让乌云守。全体动摇，集合！向右看齐。
乌云，出列。是。枪出问题了。报告，枪没问题。走神儿了，没看见人。报告看见了。那为什么没开枪？回答我，为什么没开枪？我不能对着战友开枪，怕把人打死啊？这又不是实弹，你怕个鬼呀！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一个人毁了一场战斗，这要是在战场上，都够你一出万年了。听我命令，乌云到。现在这里交给你，消灭一切企图从这里通过的人。开枪我就过去了。别过来！放屁！在战场上你一句别过来，能拦得住敌人吗？开枪！我中弹了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？收队！乌云，入列吧。全体都有，向左转，齐步走。崔副队长，你就别跟着我了。你跟着我也没用。我早就说过，这兽营压根就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可是乌云的射击成绩，即便是在兽营里也是名列前茅的。射击成绩好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的兵将来在战场上，那面对的是人，不是靶子。可是他在解救人质的行动中，曾经远距离击毙了一名海盗。我想这次他一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。这样，李教官，抽空我找他好好谈谈，行吗？那次行动报告我看过，不真实，说是乌云击毙了海盗，没准就是照顾他是女兵。这么说吧，你塞给我的货不合格，我要求退货总可以吧？我退货，啊！吴教官，那我也告诉你一点，不管是你手里的人还是我手里的人，他们不是货，他们从来都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货。乌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是一个人在扛，我们都会在你身边的。我一定让你在武刚那里下不来台。对不起。那家伙，整天跟吃了枪药似的，还非说要把你退回女兵中队。我不会再回女兵中队。这就对了，咱们就是要留在兽营里给他们看看。我也不会再待在兽营了。那你想干什么？退伍申请我已写好了，放在桌子上了。麻烦你走的时候把它带走。乌云，现在还不是退出的时候。谢谢你，副队长。我已经决定了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
我刚安排你去海训场反省1个星期，下午会有车送你过去。我想，你去那里好好休息休息，对你来说，可能是件好事儿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记得把退伍申请带走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欢迎你回到海训场，我们一定以我们最真诚的服务换取你最……哎，这小丫头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吴云，现在没事吧？吴云，你要是没事的话，过来给我帮个忙呗。是这样，今天大伙啊到海训场来打演习，任务和分队都不变。可是咱们队小伟昨天训练的时候受伤了，我现在手底下缺个人啊。你要是没事的话，过来给我打个替补，行不行？我不打。吴云，你就帮帮我吧，算我求你了还不行吗？哎，不说话我可就当你是答应了啊。行，就这么办。我先给你介绍一下，你守 C12地区前面那片滩涂，我们会给 A 队来个包围，然后故意把网留个口，把他让到你那儿去，你就一枪一个，让他们想跑也跑不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说了我不去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去啊？你不知道私自让我参加演习，你会担多大责任吗？可是如果咱们这次要是赢了呢？这可是你立功的机会啊！而且吴云，我相信，以你的实力，咱们肯定赢啊！别替我操心了，我已经写了退伍申请，已经交上去了。不是吴云，你说什么？我写了退伍申请，已经交上去了。你，吴云，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内心强大、永不服输的战士，可是我没想到啊，你也是个怂兵，你也是个孬兵，你就像草原上的牛粪一样。不，牛粪还能烧呢，你就像马粪一样，你就是个臭大粪。吴云，你把枪拿起来！你把枪拿着，给我站起来！站起来！你给我站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放手！你凭什么管我呀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你说过没有？骂过没有？出去！你现在好意思回家吗？你好意思回草原吗？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写退伍申请书啊？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兵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战士。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兵，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。你把退伍申请书递上去了是吗？是。好，只要上面一天没批，你一天就还是我的兵，就得听我的命令，对不对？把枪给我拿起来！把枪给我拿起来！拿着！吴云，到外面集合去，这是命令！上次演习主要是想演练丛林中各分队之间的协同能力。由于中间出了点岔子，演习提前结束了。今天我们把前几天的那次演习重演一遍，人员和任务不变。
给大家2个小时的准备时间，一会儿你们有什么本事都给我使出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边有多少人？不能确定，6、7个人吧。把他们都放出去。班长，你又想把他们留给乌云？废话，走，我去阻击项羽。哎，他们怎么跑了？走，去目标地点。走走。有人中弹吗？没有。哇！演习结束 ，A 队胜利。老窝又让人端了。你这仗是怎么跟我打的？对不起，伍教官，是我指挥不力。什么指挥不力呀？那点谁手的？那枪打鸟呢？报告，这点我手的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报告伍教官，是我擅作主张。我是想让乌云将功补过。将功补过？你让一杆折了的枪将功补过？我先毙了你！不是老于啊，你说这3个馒头它能够吃吗？你喂猪呢？3个馒头还不够。哦，这不还有个苹果呢吗？行，那够了。我来。乌云同志，那个乌云同志，我们看你吃饭也没去，等了你半天。那个，我们仨就把饭给端来了。是啊，乌云呐，你好歹吃2口啊！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你不吃饭不行啊！你不吃饭吧，你别说是好事儿，你连坏事儿你都没劲儿干啊！小鱼，你那张嘴先休息会儿。乌云啊，听说你这2次演习连着把2个狙击点都丢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乌云，快吃一口吧！啊？确定。那个乌云啊，我们哥仨呢是想帮帮你，以你的枪法，连对方身上的汗毛都能打得中，按理说你不应该击不中目标啊。那天我们仨都没有听到你开枪的声音，是不是你对真人开枪有些发怵？不可能，鲁岩，你忘了。我师父牺牲那回，离那么远，乌云一枪就把海盗给毙了。对，指定是这样。乌云是个善良的女孩子，一拿枪对着战友就发怵。是，那指定是。没关系，我们采用的都是教练弹，通过激光装置触发士兵身上的烟雾包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就跟打游戏一样简单。哎，是对人体不会有任何伤害的。跟游戏一样。
你有没有用一把装着真子弹的枪对准过一个人？你有没有用一颗真的子弹去射击过一个活生生的人？那是人，不是靶场上没有生命的靶子。你有吗？我说的不是海盗，我从来没把海盗当人，只拿他们当草原上的野兽。我说的是人，像阿甘、展大鹏那样每天在一起训练，关心过你、照顾过你，经常送你水果吃的人，向他们开枪，你有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有。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吗？好像枪口对准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子弹出膛的那一刹那，就像一颗子弹从你自己的大脑贯穿过去，而这颗子弹将永远留在你的脑海里，无法抹去。走，吴云，跟我们去训练，快！我还训什么练呀？哎呀，你走吧，你去了就知道了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啊！快，你去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蒋小鱼，你要干嘛呀？来吧。吴宇，为了今天你的训练，我特地借了一把920手枪。今天的训练科目是枪毙人犯。人犯到。罪犯张冲，男，23岁，系军中无业流窜人员，长年以来好吃懒做，偷工减料，饭前不洗手，睡前不洗脚，睡觉打呼噜，吃饭吧唧嘴，极大的扰乱了军中的安定团结。现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吴远，枪毙秃子这个事儿，我每天做梦都想干。今天哥哥让给你，就照胸口，一枪完事儿。吴宇，别听蒋小鱼胡说八道，我们是想帮你克服对人开枪的恐惧心理。可能你曾经有一段对人开枪不美好的回忆，但我相信并不是出自你的本意。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消除潜意识对人开枪的恐惧。张冲，今天自愿为你当活靶子。你放心吧，枪里是空炮弹。吴宇，朝这儿打，不会有事的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不用替我操心。今天你必须得开这一枪。我要是不开呢？那我就给上面写一封表扬信，说你乌云在海训场，刻苦钻研，勤学苦练，不止自己争当5好标兵，还使海训场的精神文明建设又上了一个台阶儿。看领导批不批你退伍申请？卑鄙！我们都是为你好，请不要辜负我。吴宇，开枪，别含糊。来。不行，我对人开不了枪。吴云，逃避不是个办法。你要是克服不了这个心理障碍，你可能一辈子都活在这个阴影之下。就算你不当兵，他也要跟着你一辈子。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不用你们管。吴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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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利索点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吴云，勇敢点儿！来呀！
枪啊！拿！拿呀！拿枪啊！拿枪啊！吴越，别害怕，我给你倒数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，张冲，你别喊了！1！张冲！嘿嘿，张冲，你明知道这枪里没有子弹，你演得这么逼真干嘛？别把人家乌云吓着。你们俩先聊着，我们撤了啊，走。吴越，休息2天就回去吧，这海选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哭吧，哭出来，以后就不用哭了。喂，副队长，我是乌云。哦，乌云呐，什么事儿啊？那份退伍申请书交上去了吗？怎么了？我想回寿营。说吧，乌云。我写的那份退伍申请书，为什么没替我交上去？我在等你回心转意啊。发生了这一切，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为什么。因为我想，你一定会有你自己的原因。等你什么时候自己想跟我说了，你自然会告诉我的。你现在想好了要告诉我了吗？乌云，我可爱的小妹妹，感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。每当收到你来信的时候，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他是你什么人啊？他是一个救过我命的人。原来定期给你寄信的人，就是他。对。我12岁那年得了肺病，要不是他定期来为我治疗，可能就活不成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又到我家来为我治疗，
却遇到了一匹恶狼。我抱着猎枪就从毡房里冲了出来。当时我吓坏了，紧紧握住手中的猎枪，可因为害怕，两只手不停地在发抖。他一点也没有惊慌，挥舞着马鞭子驱赶着那条狼。那狼竟然灵巧地躲过了鞭子，咬住了他的裤脚，把他生生从马上拽了下来。那一刻，他和狼扭打在一起，而我端着枪，却不敢开枪。那后来呢？我一直没敢开枪。猎枪是爸爸的，在那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摸过枪。等附近的解放军同志赶来救援的时候，他已经被狼咬成了重伤。她是一名女军医，叫夏芳。因为我没敢开枪，她失去了一条腿。那年她才25岁。练习射击，他告诉我，对待战友用微笑，对待豺狼就要勇敢地用猎枪。演习之前，我收到的这封信，这是夏芳姐离开人世前写给我的。所以演习的时候，我一端着枪对着战友，夏芳姐跟我说过的话，就会在我耳畔响起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副队长，你知道吗？是他鼓励我参军的。他对我说：“把青春献给部队，你的人生会无怨无悔。”正是因为他的这句话，我才选择来到部队。我记得参军的那一天，夏芳姐来送我，她坐在轮椅里朝我挥手。从那一刻我就发誓，我要做最优秀的女军人。原来一直以来，你这么努力，是为了不想让他失望，对吗？没想到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不过我想，如果夏芳知道你能继续回到寿营，她一定会为你高兴的。副队长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轻易丢掉属于我的那份勇敢。以前那个坚强勇敢的乌云又回来了。杨小鱼，嘿，来了，大侄女。
你又乱认亲戚是吧？谁是你大侄女？见着你姑，你问好了吗？敬礼了吗？没大没小。哎，你俩关系不一般呢，老于。那个，别闹了，沈参谋。你来做什么？好些天没见着你了，我还挺想你的。别臭贫啊！你再贫，我可把这合同扔海里喂鱼去了。啊，别，合同下来了，快给我们看看。瞧见没？有了它，咱海训场就算保住了。谢谢你啊，沈参谋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么大一片海训场，你们别浪费了啊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你不是号称自己很聪明吗？自己想去啊！啊，对，我们仨一定，把这个海训场看好，把它整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。请首长放心。就这点出息啊？怎么着？你们仨还真想待到退伍啊？能在海训场退伍，那我们就千恩万谢啊！哎，对了，沈参谋。你到时候也跟上面说说，给我们美言几句。不过我想，如果夏芳知道你能继续回到寿营，她一定会为你高兴的。副队长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轻易丢掉属于我的那份勇敢。以前那个坚强勇敢的乌云又回来了。杨小鱼，来了，大侄女。你又乱认亲戚是吧？谁是你大侄女？见着你姑，你问好了吗？敬礼了吗？没大没小。哎，你俩关系不一般呢，老于。那个，别闹了，沈参谋。你来做什么？好些天没见着你了，我还挺想你的。别臭贫啊！你再贫，我可把这合同扔海里喂鱼去了。啊，别，合同下来了，快给我们看看。瞧见没？有了它，咱海训场就算保住了。谢谢你啊，沈参谋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么大一片海训场，你们别浪费了啊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你不是号称自己很聪明吗？自己想去啊。啊，对，我们仨一定，把这个海训场看好，把它整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。请首长放心。就这点出息啊？怎么着？你们仨还真想待到退伍啊？能在海训场退伍，那我们就千恩万谢啊！哎，对了，沈参谋，你到时候也跟上面说说，给我们美言几句，让我们去旅里学开车呀，学做饭啊，好有个一技之长。蒋小鱼，你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了？我说过啥？保住了这片海训场，就保住了龙叔和柳师傅的根儿，也保住了你们几个的希望。这是谁说的？对呀，能好好活着，学门手艺，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。蒋小鱼，我算看错你了。哎，我说老于，咱上队学做饭那玩意儿没啥用啊！我这么说，是让他知道，咱们跟海训场没啥太大关系。保住海训场，不是为了咱们继续训练。我不这么说，咱们好像欠他一很大的人情似的。到时候他老来吆五喝六的，咱受得了吗？怎么，你就靠你这张嘴，把人情抹平了？要钱咱也没有啊。嘿嘿。哎，我说老于，你说人家野狼突击队搞演习，跟咱三个看场子有啥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，不光有关系，咱们还能在这次演习中施展咱们最拿手的本事。啥本事？近身搏击？嗯，武装身套？不是你再卖关子我削你啊！亏你们俩在海训场待了这么长时间，连咱们最拿手的本事都不知道。那到底是什么？
当俘虏啊！你们知道吗？这次的演习是这样安排的，我方和敌方各驻扎在一个小岛上，我方的任务就是上岛解救关押在敌方总部的人质，人质的数目不多不少，正好3个。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这说明，老天爷就是为了咱们3个安排的这次演习。你别逗了，跟人家野狼打，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演习，每个细节都会安排得十分的周密。扮演俘虏的3个人，肯定早就已经选好了，凭什么轮到我们呀？所以呀，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那3个人替换掉。你说的轻松，咋换呢？还是老样子，一切听我指挥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咱们3个，论路上的功夫你整不过我，论水下的功夫你整不过鲁岩，凭啥每次我俩都得听你指挥呢？没办法，历来大官都是文官，哪有武将掌权的？你说朱元璋、罗斯福、丘吉尔，打起架、动起手来，估计连条狗都打不过。人家靠的是头脑吃饭，靠的不是力气。我就有这个头脑。什么头脑？我看是狗屎运。哼，对呀。哎。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休息。演习还有10个小时开始，龙队现在要做最后的战术部署。马明亮到，陈大鹏到，戴飞到，你们3个原地待命，其他人都有了，听我口令，立正，向右转，齐步走。哎呀，知道什么叫华山论剑了？这就叫华山论剑。哎，看见那仨小子了没？就是他们仨。明天一早，野狼的人就会派直升飞机来接他们仨。那个，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仨搞定。哎呦，老于，这仨人怎么瞅着眼熟呢？哎呀，不马明亮那几个小子吗？啊！哎呀，原来是故人。秋雨，杀手不太好吧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哎，3位兄弟，怎么在这儿站着呢？怪冷的，回屋里坐会儿，吃点喝点啊。我们有命令，在这儿原地待命。看看人家，要么说人家是正牌部队的，当俘虏都当得这么敬业。哎，兄弟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们在这儿看场子，没事儿也净去给人家当俘虏去，知道你们不容易啊。可不是咋的，你说外边这风多凉啊，赶紧回屋吃点东西挠挠啊！啊，赶紧回什么回？没听人家说原地待命吗？什么叫原地待命？请人家一点诚意都没有，把东西拿过来，在这儿吃。哎，别，这那行，冲哥，我去拿去。不用了，冲哥不用。那个，兄弟们，我实在是怕你们在这儿吹着海风冻感冒了，我在屋里啊给你们做了点热汤面。那个，你们要是不方便动，我们就给拿过来，好不好？那个别说这小风一吹哈，还真有点凉哈。哎，是吧？有点凉。回屋坐会儿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恭什么敬，从什么命，都是老朋友、老战友。走吧，热汤面。来。那个兄弟们，以后但凡肚子没有水，就来咱海训场。得嘞，管够吃，使劲造。要不是你们仨在这儿，我们这次演习啊，我得憋死。说是我们也是参加演习的，可是别人一问咱们，哎，你们哥仨是哪个部队的啊？执行什么任务
吗？啊，任务就是让人跟杀猪似的，捆街似的等着人来救，太过分了！这个不说了，说多了都是眼泪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都是一个娘生的，怎么就咱们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？都是一身的功夫，就是咱比别人差哪儿去了？差不了哪儿去，这个不差。有时候咱们看着成绩上是不如别人，那是因为咱们不跟他们争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就不是那争强好胜的人，不跟他们争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，不是好士兵，这话没错。但也不能都当将军啊，总得有当士兵的吧？要不然打仗的时候都在那指挥，谁冲锋陷阵啊？对不对？总之一句话，这次咱们当人质，不是因为咱们不行啊，是因为有人对咱们有偏见、有歧视、有偏见。理解万岁！理解万岁！演习开始前1个小时，我们进驻无名岛安营扎寨。明天早晨7点，演习准时开始。敌方大本营的位置在我们西南30度的沉舟岛上，中间隔着45公里的开阔海域。这次敌方的装备战术是我们闻所未闻的，对于我们海军陆战队侦察大队来说，将是一次空前的艰难的战斗。哎呀，兄弟们，我们在海训场也净给他们当俘虏去。我知道没人理解你们，可是我们理解你们。这一场演习下来，最受罪的就是咱们当人质，就受的是牲口的罪，到最后一路风光奏凯歌的是他们。啊，忍气吞声受憋屈的，是咱们呀！太憋屈。可话又说回来啊，要是没有咱们，这演习根本没有意义。没有咱们，所有人都变成被耍的猴了。所以说，咱们是演习的无冕之王。就是太难听了，无冕之王。明天兄弟们就要去敌营受罪了。今天我们一定好好犒劳犒劳你们。不吃了，兄弟，我这一晚上把这一辈子海鲜都吃了。好，海鲜可以不吃了，我们海训场的特产一定要尝尝。张冲上野菠萝，野菠萝，来，海训场的特产野菠萝，尝尝，这必须得尝尝啊！老邓说过，能不能从海训场走出去，就看我们自己的。对我们这3个已经被兽营剃掉的烂肉来说，哪怕是能当俘虏，都是难得的机会。第2天一大早，参加军演的各支部队就开始构筑防线，部署兵力，迅速集结。我、陆岩、张冲，悄悄等待着属于我们的集结。3个俘虏接上了没有？没有啊，昨天晚上集合不还在呢吗 ？F 国的直升机马上来接人了，但现在人不见了。别急，我去找。哎，龙队，报告龙队 ，F 国的直升机马上就到，去跟他们交涉，帮着点，找到人以后再去。是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人呢？那3位爷那天吃坏了肚子，现在拉的胆汁都快出来了，在床上趴着都起不来了。那你这还有候补的吗？哪儿有候补的？出来的时候谁也没想到给人质找替补啊！
龙岩、张冲，过来！啊，快！准备一下，上直升机。啊，直升飞机上还给我们留位置了？上那架。龙队，您别打我们的主意了，我们仨去不了。又不是去打仗，老老实实待着，人家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。每次当俘虏都掉一层皮，你们赢了还好说，你们输了我们还得被撕票。再说了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得在这儿看场子呢。我们要是走了，后勤保障工作谁来负责？总之一句话，谁去都行，我们仨去不了。走，站住！我告诉你，现在就去！别废话，快去！哎，这家伙飞挺高啊，这玩意儿啊，有意思。我说你小子也太阴险了，海螃蟹配菠萝，长在肚子里，那跟砒霜差不多了，你不怕遭天谴啊？放心，我自有分寸，中毒肯定是算不上，顶多呢是给他们仨泄泄火而已。哎，我估计啊，这几个小郑哥家呼嚓呼嚓个家来。反正啊，他们仨不想去当俘虏，咱们仨想去呢当不上，正好换一下，让他们仨在海景房好好休息休息，咱们替他们去。手段呢是有点阴险，不过目的是好，老天爷自会赏罚分明的。这是摆回来。Parker, this may be unfair, but somebody must do this job. Your mission is watch prisoner until this exercise is completed. Rest assured, sir. I love this job. If you wanted me to replace, I wouldn't have it. 啊，鲁爷，他们说什么呢？让他看着我们。啊，他一个人看咱们仨呀，那挺不容易的。Let's go！ 老憋屈了，他得。哎，你们要干嘛？把我带哪儿去啊？哎，鲁爷，鲁爷，放开我，别拽我！啊，你们把我的战友带哪儿去啊？问你话呢。哎呀，鲁豫，你咋样？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，你凭什么打我？闭嘴！这次演习，一切的细节都要接近真实的战争。实战中，你们要是真的是我手下的俘虏，早就跑不起来。小子，把我放开，我跟你打！站了！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打败你们海军。你们再敢多说一句，我保证让你后悔一辈子。我整不死你！小样，我整死你！行，小老脱了，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。
他呀上不了前线，打不了仗，肚子里肯定憋了一肚子的气。咱们不搭理他啊，回头再收拾他。向北，怎么什么也看不见？不会走错地方了吧？别废话，就是这儿。排长，这儿也没看见野狼突击队的狼影啊。搜索前进。是。怎么说鲁岩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把俘虏还给你们，还给你们准备了饺子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不对呀，比赛规则里也没有推出俘虏这一项啊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犯规，你们也太阴险了！够！还有点正事儿吗？有这样打仗的吗？光是一个登陆战，我们的损失已经过半了。就算成功突破敌人的封锁，上了岛，进入丛林战，咱也只有挨打的份。眼下有战斗力的队员还不足1/4。敌人又启用了电子干扰系统，根本就联系不上。这次啊，
来的是真家伙呀！赶紧让2梯队增援吧。现在上增援部队等于直接把他们往火坑里扔，上多少损失多少。这群野狼啊，巴不得我们把所有的人扔进他们的嘴里头。那怎么办？启动反干扰系统，尽量联系上我。敌不动，我也不动。这群野狼武器战术超越我们将近10年呀！世界上最顶尖的侦察大队，哎，这个名头不带虚的。打得挺激烈啊，啥样也不知道啊。哎，回来了。陆岩，他们把你带哪儿去了？他们拿我当挡箭牌，我们部队停止进攻，吃了败仗。曹儿啊？这仗怎么打的？平时一个个气死大辣椒不让独头蒜的，这关键时刻都掉链子了。啥也不是的玩意儿都是。陆岩，咱们得想点办法。你想干嘛？你知道我想干嘛？你又想耍什么阴招？在出发前，龙队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嘱咐我们，到了别人大本营要守规矩。你别丢人现眼闹笑话。吃了败仗倒没关系，要是丢人，那太不值得了。丢啥人啊？能打了胜仗，那不管用什么招都行。对呀，你想想，那个36计里，除了最后一计，走为上，那不都是阴招吗？How many motherfuckers have there? 5. 热车枪感应仪，陶帅，这边。I cannot find you guys. You must go there. Come on, lazy motherfucker. Go, guys. Go, go.多少人？大概15人。隐蔽。你们先下去，我掩护。是。
经出局了。这帮王八蛋，你们已经出局了。你们出！陆岩，我说你能安分点啊！我刚才想了一下，这次演习没有哪条规定说俘虏不能逃跑啊。再说了，这群野狼突击队跟咱们使阴招，咱们不能眼睁睁这么看着。你说呢，秃子？别说废话，要干就赶紧干。那你配合我。行。哎呀，老于，你咋的了，老于？哎，老于，啥呀？老于，哎，这小子不行了，这小子不行了，哎，快哮喘了。给我老实点。要是要死了啊！你赶紧管我吧。药在兜里呢，赶紧给他塞嘴里啊！行啊，秃子，这回妥了。这下好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等他们回来，我们全都得歇菜了。老于，下一步咋整啊？哎，秃子啊，你帮我个忙。咋整？帮我把鞋带解开。你这脑袋像驴踢了，那我要有手，我费这劲干啥呀？用嘴。干啥呀你啊？看见这灯泡了吗？我拿炮弹把它轰下来。别扯了，这上哪整炮弹去？你这，我这靴子就是炮弹啊！你帮我把鞋带解开，我拿它一甩，兴许就能把灯泡打碎。碎了以后，咱们就能把绳子解开了。能行吗？试试呗。来，行，活着去。哎呀妈呀，你这鞋踩屎了，这味儿呢？别整没用的，胜败在此一举，快点。行。好了，哎啊，行，好了，那瞧着啊啊。这咋整啊？这整偏了都。我先试试嘛。这不还有一颗炮弹吗？来。好，这回整准点啊，瞧好吧啊。哎呀，这妥了！快，剪碎片，把绳子割开。这是往大本营送补给的运输机，跟着它就能找到大本营。可万一要是送完了，往回飞的呢？这个时间就是送补给的时间，走吧。
吴云，别警戒了，这儿根本一个人都没有。排长，这儿怎么样？这野狼中队的驻扎地根本连个狼毛都没有，就剩下这点补给和里边的一座电台了。你们不觉得挺奇怪的吗？这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？巴拉，用他们的电台通知龙队长，说我们找到了野狼中队的驻扎地，但是这里没有人，我们继续搜寻大本营。是。怪了，海上都被我们蛙人监控封锁起来了，海上也没有船只通过呀。他们把人藏起来了。告诉巴朗，继续侦查。We still don't find them yet. Keep searching. Move, move. 秃子，能行吗？能整着呢，应该行。哎，快点！哎，来，走。那身鞋呢？那儿。赶紧穿上，要不好跑啊！走。哎，鲁岩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看杂志？要逃你们逃，别带上我。不是你，那你在这干啥呀？你是要叛变呢，是怎么的？我只是待在我该待的地方。当兵就像一枚钉子，让你钉哪儿你就钉哪儿。乱跑乱窜，小心扎了自己的脚后跟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我说过了，我只想留在这里，好好的把我的任务完成。成，这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你们这些笨蛋，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！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！再捞一开！Fight like a bitch！ 还是杂种呢？还敢骂！骂！哎，陆岩，行了，你别把他打死了。谁让他骂我们部队来赶？你还跑？咱们赶紧跑吧，快跑！哎，咋回事？咋人呢？哎。Island, soldier. Yes, we have a good chance to take our allies, and we need to beat them. Yes, we have a good chance. I hope so. 那大黑鬼是不是他们头啊？要不我绕他背后给他一下。行了，咱们现在身上连杆枪都没有，你能打过人家俩？现在咱们仨是这场演习胜负的关键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赶紧回大本营。那我下回再削他。走。终于算是回来了。哎，你们说龙叔见着咱们仨会有什么反应？一脚把我们踢回海训场，要不直接拉到刑场，一人枪毙200多回。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啊？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当逃兵了。从自己军营逃走，那叫逃兵；从别人军营逃走，能叫逃兵吗？哎，你看那什么玩意儿？那是？不知道是敌是友啊？肯定是野狼突击队的。躲起来再说。快隐蔽！这玩意儿挺先进的。
老于，那玩意儿飞咱这边来干啥来了？不会是偷袭咱们大本营来了？有这个可能。那咋整啊？过去看看。其实我和你们想象的一样，年轻的心要在大海上翱翔。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，它能把我锻炼得无比坚强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将壮丽宽广。我爱海岸耸立的山峰，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。海底战士红心向导，严阵以待，紧握钢枪。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有丰富的宝藏。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，英雄的战翼在展翅飞翔。穿云雾跨海浪，海军战士斗志昂扬。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其实我和你们想象的一样，年轻的心要在大海上翱翔。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。我反正那个，要是回兽营吧，他倒也能将就练。报告，我们正在排雷，凭什么找人打我们？要干咱就干，玩阴的算啥能耐？